咁咧就方便嗰啲老人家啊，或者大肚婆啊，或者傷殘人士咧去搭嘅，去坐。大家好啊，歡迎嚟到90後生活投資頻道，我是大夫，我係大夫。咁我哋日常生活咧都會成日搭巴士啦，係咪？係啦，冇錯。特別係新加坡嘅巴士啊，真係非常之方便啊，周圍都有嗰啲站。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呢個新加坡嘅5個搭巴士嘅小知識喎。冇錯。係啦，咁事不宜遲啊，我哋即刻開始啦。咁第一個小知識咧就係新加坡咧喺搭巴士嘅時候咧，我哋係唔需要排隊嘅。通常係等巴士嘅時候咧，只要去到巴士站啦，巴士站嗰度企喺度就等就得㗎啦。咁就唔需要特別去排邊一架巴士，好似香港咁樣嘅。因為香港就係你畫晒線啊，你要排邊條線去邊架巴士咁樣㗎嘛。但新加坡就冇呢個情況出現嘅。咁因為同一個站入邊咧有幾架巴士嘅路線咧都係重複嘅。咁其實市民就可以選擇啦，佢上邊架巴士嘅。咁就唔使特登去等另一架巴士咁浪費時間嘅。但係咧，大家就唔好以為啊，新加坡搭巴士嘅時候冇排隊文化就代表啲人咧會唔守秩序咁樣湧上巴士度拍卡嘅，其實就唔係嘅。大家等到嗰個巴士到嘅時候都係好有秩序啦，咁慢慢排隊上去拍卡上巴士嘅。係啦，我都見到係非常之有秩序嘅，同埋最重要嘅係咩咧？真係好方便，因為如果一條隊 set 死咗嘅話咧，你見到嗰架車咁啱去到嗰個站嘅時候，我排咗喺中間喎，我點樣行出嚟啊？係啦，所以就有呢個麻煩啦。咁新加坡搭巴士嘅文化就有少少唔同啦，咁就令到啲人更加節省時間，因為見到嗰架巴士就可以上啊嘛。冇錯。同埋重點咧就係依家呢個時期咧，就係一個COVID-19 嘅時期啦，係咪？如果排隊嘅話咧，咁可能長龍嘅時候可能排到出去好遠，係咪？但因為新加坡嘅搭巴士文化咧就唔係幾需要排隊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分散咁用盡嗰個空間，冇錯，唔使排到好長咁阻住人哋啦。亦都有助呢個社交距離啊。第二個喺新加坡搭巴士嘅小知識咧，就係可以用好多唔同嘅俾錢方法去搭巴士喎。冇錯啦。咁喺香港咧，我哋以前淨係會可能用2種方法嘅啫，一個就係八達通，即係類似新加坡嘅 EZ-Link 啦。第二個就係俾現金嘅。咁但係新加坡就好多方法㗎。係啦，好似呢個 Apple Pay 啊、Samsung Pay 啊、Google Pay 啊等等嘅嘢咧，或者 EZ-Link 啊。同埋現金啊都可以用嘅，冇錯，其實真係非常之方便嘅。只要你有一張有 Visa 或者 Master 嘅 PayWave 嘅卡啦，就可以連接你嘅 Apple Pay 或者 Google Pay 嘅 account 啦，就可以攞嚟搭巴士啦，係非常之方便，連卡都唔使買。甚至乎直接用嗰張 Visa 卡咧，你都可以搭巴士喎。係啦，咁就同香港非常之唔同嘅，因為其實香港呢個八達通加入 Apple Pay 都搞咗好多年啦，好似都係呢一年啊先開始實行嘅啫。但係新加坡咧其實已經有實行咗好多種唔同嘅支付方法㗎啦。咁對比香港嘅話咧，呢樣嘢真係方便非常之多嘅。因為即係帶部電話你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啦。譬如你俾錢食飯啊，俾錢搭巴士啊，搭 MRT 啊等等嘅嘢，你都可以做到，真係好正，我覺得。冇錯。咁第三個小知識咧，都係同呢個俾錢有關嘅。係啦，咁喺香港嚟搭巴士嘅時候咧，其實係劃一收費㗎嘛。無論你係搭幾多個站啊，都係俾咁多錢嘅。同埋咧，我哋上車嘅時候只需要拍一次卡就得㗎啦。咁新加坡就有啲唔同嘅，新加坡就係咧上車同落車都要分別拍一次卡嘅。所以佢喺呢個巴士入口同巴士出口嘅兩邊咧，都會擺咗2部機嘅。咁一共就有4部機嘅。咁係點解咧？咁其實原因係非常之簡單嘅，因為喺新加坡嘅巴士裏邊咧，佢哋嘅收費制度係有啲唔同嘅。佢哋通常都係按一個距離啊，甚至乎係按站嚟收費嘅。咁每一個站你落車咧都有可能有唔同嘅價錢嘅。咁喺香港嘅話，可能都有嘅，但係就冇咁 detail 咯，即係可能得2種啊、3種收費咁樣咯。但係喺新加坡咧就可能有好多種，因為你 base on唔同嘅站咧，佢都有可能收唔同嘅費用嘅。係啦，譬如話你搭近啲嘅，可能2-3個站咁樣就平啲啦，再遠啲嘅就會貴啲啦。其實就計翻你距離或者站數嚟收費嘅。咁對於一啲搭短途巴士嘅乘客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可以幫到慳到唔少錢，真係慳好多錢。同埋啱先大夫都提到啦，新加坡巴士裏邊有4部嘅拍卡機喎，冇錯，真係非常之方便。因為如果有4部機嘅話，咁你就唔使排好耐。譬如前面嗰個人可能喺度揾緊錢啊，咁你可能要等啦，係咪？但因為有2部拍卡機或者4部拍卡機嘅關係咧，你咧就可以更加快就上到車啦，咁就可以嘆下冷氣啦。冇錯，就可以令啲人更加快咁上到架車啦，或者更加快離開架車嘅，就唔使堵塞咗個入口或者出口咁樣。同埋另一個重點係咩咧？另一個重點就係通常搭巴士，特別係繁忙時間，都係非常之多人㗎嘛，係咪？冇錯。咁有可能啊，嗰個入口咧已經塞滿咗啦。咁點算咧？如果係香港嘅話咧，你可能要等啲人出咗你先可以接到卡啦。但係喺新加坡就唔同啦，因為佢出口個位都有拍卡機，你亦都可以拍卡嘅。冇錯。你可以當啱上車咁拍卡又得，落車拍卡都得嘅嗰個機。咁所以咧呢個咁樣嘅設計咧，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 smart 嘅。第4個搭巴士嘅小知識咧，就係新加坡大多數嘅巴士站咧都係有蓋嘅，咁就令一啲等緊嘅乘客就唔使日曬雨淋咁辛苦啦，係咪先？係啊，特別喺新加坡咧，嗰個天氣係十分之酷熱㗎嘛。如果冇蓋嘅話，即係可能變人光嘅。但係如果有蓋嘅話，咁就可以係咁以遮下啲太陽。咁遮下啲太陽都冇咁
熱啦，等車嘅時候就冇咁易中暑啦。喺新加坡冇錯，同埋新加坡雨季嘅時候咧，其實落雨真係落得非常之大嘅，講真。如果冇呢啲蓋咧，就算擔埋把遮都會濕嘅。其實我覺得同埋咧，如果一個巴士站咧，即係譬如每個巴士站喺新加坡都有蓋啊嘛，咁其實比較容易見到咯。因為如果你淨係得一個巴士站牌咧，咁有可能咧你 miss 咗或者見唔到啊嘛。但係如果喺新加坡咧，你好易見到一個巴士站，因為佢通常都有蓋。冇錯。咁你就一睇，哦嗰度有巴士站，我可以去搭。又或者哦嗰度有巴士站啊，我應該要落車啦。咁都非常之方便，係咪？冇錯。好啦，第5個小知識咧就係新加坡巴士上邊啊，佢哋關愛座嘅比例咧係比香港高好多嘅喎。係啦，譬如如果你搭一啲單程嘅巴士咧，佢關愛座嘅數目咧可能係一半，係啊，嗰半 part 咧都係關愛座，同埋都非常之明顯嘅，因為嗰啲顏色咧係有分別嘅，咁咧就好容易分得出究竟邊啲係關愛座啦，同埋都非常之 smart 嘅一個設計咧，就係關愛座通常都好近閘機嘅入口嘅，係啦，咁佢方便啲老人家啊、大肚婆啊或者啲傷殘人士咧去坐嘅。所以睇得出咧，其實呢個設計非常之照顧啲有需要嘅人士嘅，係非常之好嘅設計嚟嘅。第一個小知識要提翻大家嘅就係咧，關愛座唔代表淨係得嗰啲大肚婆可以坐嘅，係啦，咁其實冇人坐嘅時候咧都可以坐嘅。咁關愛座咧就唔係一個批鬥座。咁大家記得，如果你見到關愛座冇人坐嘅時候，架車又冇人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坐嘅。咁就唔好因為擔心嗰個係關愛座而唔坐啦。同埋最近咧，我哋都見到新加坡巴士咧，其實有一樣嘢係改善緊嘅喎。咁好多新加坡新買嘅巴士入邊咧，已經開始有呢個報站嘅系統啊。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嚟嘅時候，發覺原來好多舊巴士咧都係冇報站嘅系統嘅，即係話佢到咗邊個站之後咧，佢就唔會同你講呢個站係咩站咁樣嘅喎。但係香港咧就唔係嘅，香港就係話你到呢個站之前嘅可能10零秒或者20零秒咧，佢就會講我哋即將會到呢一個站咁樣嘅。但新加坡巴士咧，其實舊嘅巴士啊講緊，其實好多都係冇呢一個系統嘅喎。呢個系統都非常之重要嘅，特別對於一啲外國人啦，係咪？因為我哋啱嚟嘅時候都唔係幾熟新加坡噶嘛，特別係你去一啲其他地區嘅時候咧，如果你冇嗰個報站系統嘅話，咁其實真係非常之唔方便。我都試過過站嘅，其實，不過好彩站與站之間咧，新加坡巴士裏邊都唔會好遠，係啦，咁所以都還可以嘅。或者有陣時可能需要 keep 住 mon 住嗰個地圖啊。冇錯。但係依家佢嘅改善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讚賞下嘅。冇錯，因為我見到好多新嘅巴士上邊咧都加咗塊 mon 啊，同你講嗰個站係咩站咁樣嘅，係同埋好好啦，有啲巴士都會加埋呢個有聲音嘅報站系統啦。咁就算你見唔到嗰塊 mon 入邊係到咗咩站啊，你都可以聽到有人同你講你下一個站係咩站咁樣嘅，其實都好方便嘅講真。同埋嗰個版都幾好，因為可以見到下個站係咩，或者下個站係咩咧。冇錯，呢個真係一個唔錯嘅改善，唔係我覺得。係啦，就令大家唔會咁易坐過龍啦。好啦，今日嘅影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補充嘅話咧，可以 comment 話俾你聽嘅。咁同埋如果你係講出任何資料嘅話咧，大家都可以留言同我哋講翻正確嘅資料嘅，因為有時可能我哋睇嘅資料都有啲唔同嘅出入㗎啦，係咪先？係啦，咁大家如果中意條片嘅話，記住 like 啦、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下次見，拜拜。